2001年，瓦良格号回国途中，土耳其勒索10亿美金的保证金，中国给了吗？这是一把让中国海军崛起的钥匙。1998年，乌克兰突然宣布将瓦良格号航母公开出售，消息一出，全世界一片哗然。而就在世界诸国争执不下之际，一名中国商人从香港悄悄动身，踏上了飞往乌克兰的飞机。经过艰难的交涉，这名中国商人终于以2000万美金的价格买下了瓦良格号。本以为瓦良格号不日将落户中国，可没想到，在途经博斯普鲁斯海峡时，瓦良格号遭到了土耳其政府的刁难。土耳其政府公然表示，中国必须交付10亿美金的保证金，否则将拒绝瓦良格号通行。那么，乌克兰当年为何要卖掉瓦良格号？我国又如何派一名商人出面收购？土耳其又为何向我国索要10亿美金的过路费？对于土耳其的胡搅蛮缠，我国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瓦良格号，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在地球上，只有3%的陆地，其余7%全部是海洋。海洋的战略地位不可比拟，而航空母舰是国之重器，更是海洋的征服者，相当于一座海上机场，承载着战斗机的升降起落。中国经济越是发展，对航母的需求越是迫切。在这段中国对航母的迷茫期，乌克兰突然传出要出售。这是一艘建造率高达68%的航母，拥有以往3艘退役航母加起来都比不上的价值。这样一艘即将建成的航母，绝对是乌克兰海军的一大助力。乌克兰为什么要卖呢？原来自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闹着要独立，填泊在乌克兰境内的瓦良格号想要顺利建成，还需要2亿美金。而那时乌克兰境内遭遇了经济危机，2亿美金是根本拿不出来的，瓦良格号因此成了鸡肋。俄罗斯曾派代表与乌方商谈瓦良格的赎回问题，乌克兰方面认为航母的军事价值大于本身价值，向俄罗斯狮子大开口，可想而知，这次谈判不欢而散。俄罗斯可以不要，乌克兰可等不起。拆解后的瓦良格号会填卖大概只有500万美金，而拆解的费用比卖出的费用多50多倍，乌方还要倒贴2.4亿美金，留给乌克兰的只有一条路，将瓦良格号出售。中国海军副司令贺鹏辉早些年就已经制造瓦良格号的黑海造船厂进行考察，他对瓦良格号志在必得，这或许是中国唯一可拥有航母的机会。但当时中国已经购买了3艘退役航母，世界各国都知道中国对航母的需求，以美方为代表的国家必然不想让瓦良格号落到中国的手里。贺鹏辉只好想到了一个迂回之策，让香港爱国商人徐增平以个人名义在澳门注册澳门创金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打着瓦良格号做商用用途，建造一个集舞厅、旅馆、博彩为一体的旅游设施的口号，与乌克兰官方商谈。艰难的购买之旅，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徐增平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他这次任务失败，那中国海军发展必将长期停滞不前。为了完成任务，徐增平赌上了自己的命。有一次，徐增平参加黑海造船厂政府代表与竞标委员会代表联合举行的宴会，白天他们谈判有些不耐烦，
晚上，徐增平在10分钟之内连喝了6斤白酒，他豪爽的性情赢得了乌方的欣赏，与对瓦良格号势在必得的决心让他们感到信任。喝酒能增进友谊。徐增平发现这次宴会之后，谈判顺利了许多。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乌方最终把价格定在了1800万美金，不包含航母的建造图纸。瓦良格号重要性却远远不及图纸的重要性，但乌方其实是没打算卖给中国的。徐增平之后想尽了办法，在原有1800万美金的基础上增加了200万，要求图纸1张不能少。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等乌克兰官方在未来7到10天走完购买航母的流程，即可把航母交付给中国。徐增平一行人既激动又担忧。激动的是，他完成了一件对中国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事情，是祖国的工程。同时，他们也有担忧，在10天之内，万一出现变故，航母将带不回中国了。徐增平的担忧是对的。美国方面不想让中国得到瓦良格号，将来拥有可以挑战美国权威的能力。他向乌克兰官方施加了压力。曾有一位乌克兰工作人员告诉徐增平，不止美国、日本、印度同样不希望中国得到瓦良格号。乌方不敢与三方势力抗衡，又急需一笔资金改善国内情况，遂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在3天之后将瓦良格号进行拍卖，价高者得。乌方的临时变卦让徐增平一行人感到气愤，但他们没有能力改变最终结果，只能按照竞拍要求准备材料。乌方的竞拍要求对中国和极为不利，除了徐增平的金创公司要补齐资质证明之外，还需要参拍人员提供资质证明、国际信用及购买航母的规划用途、专家论证等一大堆材料，这些必须在3天之内解决。紧赶慢赶，徐增平在最后的期限弄齐了资料。参加竞拍的当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都让本土企业参与竞拍。在最后，徐增平以2000万美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了预防再生变故，第2天一大早，徐增平赶到黑海造船厂，亲自招呼，把航母40-50吨的图纸运往基辅机场，目睹飞机起飞。1999年7月，在中国租到荷兰国际运输合约公司的拖船后，瓦良格号航母在11艘拖船、12艘救难船、消防船的拥护下驶向中国。等待瓦良格号的是一番比旋转取经之路还要艰难的旅程，漫漫672天回国路。你能想到，购买瓦良格号才花了2000万美金，而在途经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土耳其竟开口向我国索要10亿美金的保证金。就在我国进退两难之际，有一个国家立即伸出了援助之手。按照中国对瓦良格号的行驶路线规划，瓦良格号首先要从黑海唯一的通道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去，但是刚刚出发，土耳其就突然出手，以瓦良格号船体太大，吨位超过 1.5 万吨，并且特意指出，在没有动力装置的前提下，一旦出现意外，可能会撞上伊斯坦布尔大桥，阻拦航路，造成黑海周边国家极大的损失为由，勒令返航。瓦良格号的武器装备和动力系统本来就是在美方的要求下，乌克兰特意拆除的，留下中国的是一个空壳。就这样，美国还不肯善罢甘休。即使明知这次土耳其是为了讨好美国寻求庇佑，
恶意为难中国的不正义之举，但至少中国在国际上找不到过多的理由谴责土耳其。土耳其找到了理由，符合1936年黑海周边国家共同商定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的国防部长声称，中国想把瓦良格号运走只有2个办法，一是给航母装上动力系统，二是把航母拆解成碎块运走。土方的2种解决方案都是刻意为难。中国当时既没有掌握航空动力系统的技术，也不可能让2000万美金白白打水漂。瓦良格号就这样停泊在黑海附近，中国每天要支付高昂的托运费，且每个月要向停泊的港口缴纳1.7万美金的停泊费。中国耗不起，派专家到土耳其进行谈判，土方竟然向中国索要10亿美金的保证金。为了让瓦良格号走出黑海，中方与土方进行频繁的外交，承诺瓦良格号在通过海峡遇到的任何意外造成的任何损失，中国都愿意赔偿。最终，土耳其同意放行，但提出了20项苛刻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中国需先缴纳10亿保证金，并且做出书面承诺。土方认为，他们此次松口不能按照简单的商业行为来计算，以前被土耳其勒索过的国家可能会因为中国瓦良格号的通行而向土耳其提出诉讼，中国还应该承担将来诉讼的那部分责任。后来经过多方商谈，土耳其放松了限制，只要有第三方国家愿意为中国担保，就能免除10亿美金的保证金。这时候，希腊向中国伸出了援之之手。2001年11月1号，在希腊的担保下，瓦良格号终于离开了被困2年多的海峡。在希腊和中国的共同努力下，瓦良格号最终被拉回正确的行驶方向。2002年3月3日，瓦良格号用了627天的时间绕过了半个地球，最终号称终于抵达了安全的大连。为了放松美国方面的警惕，瓦良格号在大连停泊1年才正式交付中国军方。2012年9月25号，瓦良格号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辽宁号航空母舰，并且在这一天正式交接入列。从此，中国有了航空母舰，中国的海防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购买航母的过程，中国看清了一部分敌人，也结交了希腊朋友。为中国航母事业伸出援手的希腊友人，中国会铭记于心。顶住压力找徐增平购买航母的贺鹏飞、爱国商人徐增平，还有在幕后为瓦良格号提供资金支持的华夏证券掌舵人邵纯，以及为付出过努力的所有人，中国人民会永远铭记。